大家晚上好啊！老范怎么评价某位这个不是那么了解的事情，咱们就不要胡说八道啊。这个我只能跟你说我了解的事情，比如说昨天下午啊，这个301医院周围出现了这个交通管制，临时的啊，我只能跟你说这个，其他我也没法跟你说，因为真的不了解。然后我们来准备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啊，在开始之前呢，还要有一些工作没做完啊，因为今天的事情也比较多，还没有去做这个Twitter 发布啊，就是我们一般在开始以后说，哎，我们要开始直播了，对吧？要到 Twitter 上去喊一声人，然后 Discord 里边去说一声啊，我们要开始了。嘞，来了来了啊！欢迎欢迎，是不是去换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又用了好久了，对吧？老范的背景总是要经常换来换去的，去换一个吧。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谁去世了啊？这个自己去看新闻啊。老范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我们又是每周一次的老范读评节目啊。老范每周三晚上8点会去读评论。那我们正式开始，第一条，华为与竹知了这条，有人说了啊，这瓜没吃明白，哇哇哇，这个梗讽刺的是余承东说话夸张又不利索，经常哇哇哇的这个啊啊啊这些词，这个把这些零碎剪到一起就很搞笑啊，而其中的开始的哇给人印象尤其深刻。好吧，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余承东的演讲，余承东的发布会，我要承认啊，老范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次，所以呢，他到底在讽刺什么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啊，我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节目要录或者要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就真的折寿去看余承东的发布会啊，这个实在是没必要。像雷军的发布会，这个罗永浩的发布会啊，包括他们的演讲，我都会去看，花时间，包括罗振宇的我都会去看，对吧？但是余承东的。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对吧？没有必要嘛。还有人说啊，这个黑红也是红啊，但这跟华为的伪光正人设不符合啊，不能像小米一样放开了玩梗。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啊，这个我觉得华为的核心客户应该是喜欢拿着三折叠手机当圣旨，摆弄的老登用户。话说回来啊，华为卖的车不叫华为，但小米卖的车一定是小米，这叫品牌担当。华为的这种三折叠呢，我倒是还真了解一点点小故事吧。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换手机还是换的比较勤的啊，当时呢就经常跑去这个爱回收啊这种二手手机店里边去，折腾一些旧设备把它卖掉，然后再去买新的，然后呢就发现里头有很多这种华为三折叠的这样的机器，我就问他我说这东西哪来的？对吧？这个机器很贵啊，他说是很贵，而且是理财产品啊。那意思就是你现在要在我这儿收这个机器啊，或者是在这儿转卖这个机器，比新的还贵。我说为什么呢？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完全无法想象谁会买这种奇怪的玩意儿出来。他说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就这种三折叠的机器其实都是买来送领导的
对吧？没有谁自己买这东西使，当然也有个别脑子不太好使的，咱们不算啊。然后这些领导自己也不会用这个东西，然后拿到了以后呢，就又拿出来卖。所以呢，它这个三折叠实际上是不能说全部吧，就是有一部分是在领导家里头和这个二手手机回收店铺里边呢，形成了一种洗钱的一个小工具，而且呢，它还越来越贵啊。这个就是你说我都替你洗了钱了，你得给点辛苦费呗，对吧？而且呢，这种机器就是每次过来的时候还需要去清理啊，还需要去维护一下啊，然后所以还比较贵。这是华为三折叠的一个小故事吧。再往后啊，841号令出境限制这一块儿，我想问卢比奥在不在管制名单上？他今年5月份入境的时候改名叫卢比奥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改名呢，他确实改了啊，就是原来叫卢比奥啊，是这个就是卢俊义的卢，后来呢改成鲁智深的鲁了。但是呢，他之所以能够入境，并不是因为他不在名单上了啊，也不是因为说他改了名字了。这个事情呢，中国外交部官方是给过回复的，就是这个人现在依然是在这个管制名单上的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没有取消这件事情。他改名字呢，只是一个就是国家定期的会去对这种外国官员啊，或者是一些重要官员的名字进行这种统一翻译。原来叫卢比奥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进行这种统一翻译，对吧？他当时是个参议员还是个众议员，好像是个参议员，他级别不够啊，就是没有到这个需要上咱们名单啊，需要给他确定一个统一的名字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他是国务卿了，对吧？这个就他够级别了啊，所以我们赐名啊卢比奥，鲁智深的鲁。那之所以他怎么进来的呢？这个事儿其实啊，就是中国外交部也给过答复说。这个美国总统访华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短暂的赦免清单的啊，就是他可以跟着总统进来，啊，可以跟着总统出去，但是呢，如果他自己想进来啊，那么这个事儿还是不行的，啊，他依然在制裁清单上面去，啊，但是这里头要注意啊，就是卢比奥如果自己想进来，那就到那个时候再去研究是不是要去处理这个清单的问题，对吧？而不是现在就去处理。现在呢，等于是他跟着川大爷进来了，啊，那么就不需要单独来处理这个事情啊，大概就是如此一个情况了。还有啊，说这个必须有来回机票才能出境的规定相当奇葩，我当时也遇到过一次，从广州飞美国，在登机 check in 的时候被拦了，说你没有回程机票，当时直接懵了，没有反应过来，还好旁边的人说啊，他拿的是美国护照。你拿美国护照会被拦吗？这个应该不会啊，对吧？像我去美国确实都是买的往返机票，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拿着单程机票去，对吧？因为什么呢？就是这种机票都特别便宜，就是往返美国的机票有很大的折扣，就是你去改签呐、你去这个退票都很麻烦。所以呢，当你不确定归程的时候，你是可以这个不用拿这个往返机票的。我印象里以前是这样的，就是你拿着正式签证就可以。啊，这个所谓的需要往返机票呢，更多的是免签国家，对吧？你既然拿了签证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啊。至少以前我出境的时候是这么处理的。还有人说啊，劝阻正常人认为是劝，但是我党是阻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分这样的一个这种抠这个字眼儿。对吧？而且我党本身呢，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对吧？每一个站在那里去执行的人，他自己会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对吧？我到底是劝了还是阻了，还是通过劝的方式阻了，对吧？这就是他的任务啊。这个当然他的任务可能是KPI 是一天劝阻多少人啊，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KPI，那完成了呢也就没事了啊，没完成这个事儿，那他可能会有处罚。至于这个被劝阻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被骗出去的，还是说自己真的有急事去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需要看这些人的这种临机应对的，或者说他自己现场的这个能力啊。还有人说啊，说老范说的是不对的啊，有法可依，在民主国家是好事啊，这个事情发生在大陆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要阻止你出境还需要编个理由，现在
有个大而全的口袋罪，你有没有这些罪，他们说了算啊。虽然也是偏，但是师出有名了，为你名正言顺了，救济是不要想救济的。这边边境是主管单位，你去法院告，这个按照我的经验啊，我开律所的啊，这个大概率是根本不会给你立案，就算能立案，也会告诉你以边境那边的主管单位认定为准，根本不给你审，你绝对没有机会在法院讲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有法可依这个事儿呢，在任何国家其实都是好事儿啊，在民主国家肯定是个好事儿，这没什么好说的。即使在中国大陆这种我们全过程民主的国家，它也是个好事儿，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可以有法可依的时候啊，你不仅仅是有法可依，他会要求你去办事留痕，对吧？你要把这个东西写下日志来，我今天劝阻了谁，为什么，对吧？然后你要有一个日记要留下来，然后这个东西呢，日后是可以进行追究的。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哎，让你蒙着脸说不知道你是谁的情况下，你去骂人啊，去说坏话，你敢啊？让你上来说先报名啊，我是张三李四某，住在哪里哪里，我家里有哪些人，然后我开始骂人，这很多人他就不敢了，对吧？所以有法可依在哪儿都是一个进步。至于说，你在一个什么地方再去立案再去审理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咱们不是同一件事情。至于说救济这个事儿呢，其实不一定是让你去法院立案，它有可能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在哪儿去查，说谁给你限制了，对吧？原来你没查都没地儿查去，现在你可能有地儿去查，查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吧？这个其实还算是一个进步啊。再往后啊，我之前走广州出关，因为带着我家孩子去巴基斯坦探亲，海关的女生问我为什么，我说探亲，她很善意的提醒我注意安全，态度还是很好的啊。这个，我呢是基本上大概只出过2个关，一个呢是北京关啊，然后我应该是出过广州关，深圳呢我只去过这个香港啊，没有从深圳出关去过其他地方。从广州关出去是去泰国，啊，从北京关出的话，应该是那就多去了。北京就是什么啊，美国呀、法国呀、这个南非呀，这个我都是从北京关出去，因为我家在北京嘛。总的来说还可以啊，但是据说是昆明关啊，或者是这种就是有一些这种边境省份的关是要难出一点的，这个不同的关确实不一样。这个点赞啊，欢迎欢迎，一定要点赞啊！这个塔主来了，欢迎啊！我还没有去看电影，这个等我去看了再说啊。估计都不记得我是谁了，没有啊？你前面经常在，这个还怎么会不记得呢？但是确实有一段时间没说话了。好，我们继续啊，这个马斯克与经济学人的这个辩论。有人说了，说那部电影的确是烂片啊，双方打分都没错，观众给高分是因为解气，因为案例的确存在，意淫一下有神人来解决不公，而政府又不管啊，讲的是这个叫公民义警吧，那个片子我看了一下啊，大概怎么说呢，确实没什么意思啊，确实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所以。对于这种事情呢，也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吧。至于到底是不是烂片呢，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有一位朋友第一次看直播，那加个小扳手吧。还有啊，说真实的数字在被有目的的人拿到，就一点也不可能单纯。统计图表一样的数字也可以拿来骗人。老范戳破了这一件事情啊，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它有很多侧面，而像这些人呢，给出的还都是非常非常真实、非常这个明确的这种数据。今天我还看到一哥们儿特别逗，在抖音上看的，他呢是专门戳破各种伪史论啊，就是只要有人上来说这个伪史论了，他就去给人揭露去。
啊，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扣帽子嘛，说你现在就是这个受美国中情局雇佣的什么犹太人、什么日本裔什么，就给他扣了一堆这种帽子。他说我今天再揭露了一个啊，揭露了什么呢？他说是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海姆立克急救法。说有一个唯史论者就上来讲了，说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是中国人发明的啊，他是1974年还是1970几年，就是发明这个海姆立克医生去这个发表的这个急救法，然后一开始还大家不认啊，然后逐渐的去被认可、被普及起来了啊。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们1970年出的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急救法啊，但是当时呢不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后来海姆立克这个人呢抄袭了我们啊，把它搞过去了，变成海姆立克急救法，而且呢是在这个前面可能是《黄帝内经》还是在一个什么特别古老的文件上啊，也有这样的记述啊，是写了一个文言文，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异物啊从这个肠胃里头给它挤出来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啊，所以我们这个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后来我们这个赤脚医生手册上也写了啊，而且这个都是中国人发明的，海姆立克就是抄袭。然后这位唯史论者呢啊，这位批判唯史论的人呢，他就跑去查这些证据，说第一个啊，我真的找到了1970年版的这个赤脚医生手册啊，这个上面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从头翻到尾压根都没有。然后第二个呢，他在专门找了一个这种古代文献的这种网站上啊，找到了这个唯史论者所说的这篇原始的这个医书里头啊，所有他提到的这些字、这些词都没有。所以这些唯史论者呢，就是骗傻子啊，就是赌你不敢去进行核实，对吧？然后就给你胡编乱造一通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神的一个这个玩法啊。然后这些批判唯史论的人呢，就是啊出来以后啊，把这个你提到的这些文档啊，提到的这些文献啊，我都给你查一下，查完了你不就废了吗？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能够讲真实数据这件事儿本身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有说，从老范的思考方式来看，是跟老编辑类似的精英路子。马斯克在做的是科技实业，这是真的精英该干的事情。这场辩论的题外问题是，欧美的叙事主流是不是应该变了？啊，这个呢，为什么要专门读这条评论呢？就是你不要替老范来决定老范是怎么想的，好吗？对吧？从老范的角度上来说，可能会更认可马斯克一点点啊。这个下次你说，哎，我搞不清老范怎么想的啊，你去问一下老范，然后老范会自己告诉你的，对吧？或者说你认真的把这个视频从头到尾看完，里边老范也是会有观点的啊，不要上来说我觉得老范一定是这样的，我觉得老范一定是那样的啊，这个很不礼貌。还有说，数据只能代表客观事实，但是从需要，但是还需要从各种角度去观察事实，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真相。事实不等于真相。某一瞬间你看到手拿刀刃的人，并不一定是杀人凶手，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认知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数据呢，它有啊这个全面啊，有的不全面，有的是最新的，有的不是最新的，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你说我们现在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相？我相信事实还应该是真相啊。在这里呢，我要讲一个什么，就是网飞啊，他们呢要求，我们是互联网公司啊，我们一切要以数据出发，但是呢，每一个数据你去引用的时候，一定要去追究这个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你不能说，哎，我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是代表了我这个事情是对的，这事儿不行。你一定要再往后推一层。我觉得呢，能够再往深一层去思考，能够去承认我提到的数据只是一个片面啊，这就已经前进一大步了啊。赶上了，赶上了啊！在高铁上有点卡，对，等运动的时候，这个本身确实是会比较卡。就这样临幸了。这个
我们只要发现有会员上来没有小班子的啊，都会赶快发一个。但是呢，如果发现有些人忘了续会员，然后举着小班子上来了呢，就会马上没收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惯例吧。这就上扳手了，对，只要是买了会员啊，这个上来都会有扳手了。再往后啊，这个我们继续读评论啊，这儿还有啊，这个老范呢，这个现在都以前讲 AGI，现在讲 RSI，是不是 AGI 已经这个讲不下去了，换个 RSI 继续融资啊？这 RSI 是个啥东西，我都没有研究啊。这个现在这种3个字母的或者4个字母的这种缩写实在太多了啊，你又考住我了。真正的华为韬定律，当一个人的智商、认知和拥有的财富不匹配的时候，财富就会流向华为啊。这个事儿呢，倒也不至于，就华为自己也没有那么大本事啊，你也不要把它想象的有点太夸张了而已。这个真正韬定律其实本身是有价值的啊，就是我们不要一说华为的韬定律就一点价值没有，不是这样，韬定律是有价值的。韬定律的这个概念就是在物理上无法突破的时候呢，去改变优化的侧重点，对吧？原来呢，我们更多的去追求物理突破啊，这个事情会更便宜一些啊，不去追求这种逻辑上的优化啊。那么，当我物理突破这个成本很高了以后，那我就去做逻辑优化，因为逻辑优化呢，是有效果的啊，不是说完全没效果。方法呢，人家老外也都知道，就是台湾人啊，什么这个美国人都知道。为什么人家不用呢？因为不划算，对吧？我给你做了这种逻辑优化了以后，啊，你更容易发热，良品率更低啊，还不如说我直接去做物理突破呢，我直接跟阿斯麦合作，把这个光刻机做得更好一点，对吧？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继续去往前走。所以这个大家都是取舍，但是呢，你突然把它拔高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啊，说我们这个就是新定律了，就是这个开天辟地了，这个就属于叫不要脸啊，就是这个事情呢，它有价值啊，不要说这个因为是华为提出的就没有价值啊，我们不能因为是谁提出的就来判断这个事儿对错。递归自我改进啊，这个词好吧？我觉得递归自我改进，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词在流传的话，它是有价值的啊。这个事儿确实有价值，而且很多人也在研究，比如说 Jeff Dean 啊，他们离职了以后呢，就去创建了个新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对吧？这个也确实是到了这一步了，该去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了。但是呢，它跟 AGI 你看看是不是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AGI 是像人一样聪明的 AI，对吧？或者是可以像人差不多的这个水平。现在还有 ASI，就超越人类的这种智能，对吧？而这种叫做递归自我改进这种东西呢，你一看它就显得这个格局不够大啊，它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事儿搞清楚。而且你像这个 Jeff Dean 这帮人能融到钱，跟他到底提什么要求没关系，这跟他提什么口号是没关系的，因为他是 Jeff Dean，他这个你要搞清楚。好，继续啊，欧盟罚款与监管这一条啊，就是我们讲的叫，还是西药见效快吧。他说我是在小店维修受害很深的客户，是发动机啊，说是原厂件，价格贵了1倍多。但是用的却不是，只半年又大修，干脆去 4S 店，费用是贵了，用了4年多才稍微有点烧机油啊，我就怕，开放多了 4S 店为了利润也用那种质量不好的配件，这玩意儿做不了假。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小店呢，它之所以给你用假配件，或者说说是原厂件不给你用呢，最核心的原因应该是处罚太轻，对吧？这是在中国，就是你想去维权的成本实在太高了。但如果是在海外就算是在小店维修了，他说是原厂件，最后不是，你去进行了鉴定的话，那罚死他，罚他倾家荡产，他也不敢所以呢，这个事儿还要看具体发生在什么地方。
还有人说我们现在双休日也是西方强行给我们喝的西药，我们含泪喝下了，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欧盟又要出新的法规啊，就是谁想往欧盟卖东西，你要去证明你的用工是合规的啊，要给他这个上下班打卡的记录，要给他这个叫做工资发放和社保发放的记录。如果这些东西拿不齐，对不起，你的东西不允许往欧盟去卖啊！而且不光是成品，就是你所有的零配件都需要全套的这种合规手段。当然，这种事儿呢，你到中国人手里头，您说吧，怎么合规？我给你做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做它也有成本啊，而且确实会有些公司、有些厂家会说，那我们就按照合规的方式做吧。啊，这个可能还是会慢慢的进步起来的。因为他说，哎，我们反对强制劳动啊，那么你就来呗，中国人你该休假你得休假，对吧？你该发薪水得发薪水，该上社保上社保。其实即使是把所有这东西都加齐了，我们造的东西还是比他便宜啊。这个欧盟总觉得说，哎，我把这东西都拉齐了以后，你造的东西能比我贵了，想的太多啊。继续啊，是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不是厂商的问题，而是完全的监管环境的问题。就像泡了药水和甜味剂的杨梅，只要有一个商家这么做了，结果完全没人管，所有商家都会这么做，不然成本比别人高，销量比别人低，一定会死。不作恶的，无法生存的。不作恶是无法生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所有质量问题都是全行业的，因为不这么做一定会死，这个所以他就是不管呗，对吧？放任不管的话，就只能劣币驱除良币，这个没什么好办的，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国很多的这个问题都是因为政府不作为，对吧？但是你政府作为的时候呢？他又是说，哎，哪块能够先来钱，先作为哪一块，对吧？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了啊！咱们只能是说，哎，你改吧，总不断的改进，总有慢慢变好的时候。那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人说我在日本啊，日本也一样，罚得轻，所以很多东西照干，维权成本高，考虑到万一输了，最终只能忍气吞声啊。这个日本我觉得会好很多吧。但是日本确实是有一些这种神奇的事情出来，比如说用中国鳗鱼去冒充日本鳗鱼这样的故事啊，不断在国内流传。怎么说呢？就是日本人到中国来啊，他去提出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呢？提出一些要求啊，我们也确实能够做到。做完了以后，这个产品拿到日本去卖呢，符合日本的质量要求，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他最后挂羊头卖狗肉，说我这是日本原产的啊，那是他的问题，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每一次被抓住了，那基本上就是倾家荡产，而且有很多的，一旦被抓住了以后的话，那个品牌就彻底没有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他的这种说谎的，或者说被抓住处罚的处罚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日本总体来说品质啊，还是要比国内强非常多的。还有说山姆不就是典型的西药剑桥快吗？都是中国产的东西，但是经过山姆的质检后，都比外面的规格要高很多。对，是这样的。这个你只要能够让这套体系继续去，这个有效啊生效，它就可以让西药剑桥快。当然呢，所有体系到了中国以后呢，也都会被不断的腐蚀和侵袭。你比如说山姆现在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差了啊。因为呢，中国的这种管理体系正在逐渐的去侵袭原来的这种规章制度，它就是一个博弈和斗争的过程，啊，中间没有零和一，很多都是灰色的。范老师能简单说说搞笑视频是咋做的吗？我最近想玩一玩，是先画图，然后再集梦吗？好吧。在这儿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首先呢，做这个东西的工具呢是极梦的手机版 APP 啊，这个一定要先讲清楚，就是你千万不要到极梦网站上去玩啊，因为极梦网站上没有这功能。它这个功能呢叫做，我想想叫什么，叫个人出镜啊，大概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
首先你要想清楚，你是要出境还是不要出境。如果你不要出境呢，那就不用上手机 APP 了，上网站上也可以玩啊。那么，如果你说我就是想要一个10几秒的这个视频啊，那这个事儿呢其实很简单啊。你首先要想好故事，最难的其实永远是选题和讲故事。选完了以后呢，这个你就让这个叫谁呢？让这个ChatGPT 啊去给你画这个叫做分镜图。啊，你可以说你去给我画个分镜图，我现在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个第一幕是什么？第二幕是什么？一共是每一幕是多少秒？然后做一个什么事儿，对吧？然后这个或者说你让 ChatGPT 自己就给你分，你告诉他说我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他就咔嚓咔嚓给你分好了，啊，把这个分镜图做出来以后呢，然后这个去这个怎么说呢？让他再给你生成提示词啊，就 ChatGPT 会把提示词给你生成出来。啊，第1秒干什么，第2秒干什么，那个中间这个镜头有3秒，然后是怎么去运镜，怎么去做这个都给你做完了。做完了以后，你再把这个分镜图和这个提示词都扔到这个极梦的网站上去，使用 Cadence 2.0啊，至少2.0往上的。说，哎，我更有钱，我用2.5也没毛病啊。都放上以后呢，你说，哎，我现在想让哪个谁的形象出镜啊，这个里头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如果这个形象你没法通过审核呢，你就挂不上去。如果你的形象是可以通过审核的，你可以再上形象啊，说这是声音啊，这个是这个人物 A， 这是人物 B， 这是人物 C 啊，把所有这东西都输入好了以后，摁个回车，等就好了啊，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你想要的这种短视频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如果你是自己出镜的话，你就在这个把刚才咱们说的所有这东西都生成完了以后啊，送到这个极梦的手机 APP 里去，叫做个人出镜，然后呢。说，哎，我的这个人物 A，请选用啊老范自己的这个人物，然后人物 B，请选用谁，人物 C，请选用谁，然后按个回车，一切搞定啊，中英文啊各种语言的都可以搞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手机 APP 里头就是自己出镜是比较方便的啊，然后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网站上呢，你可以设置更多的这种卡通人物啊什么会更方便一些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韩吉案，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儿科医生因为漏检了一项啊，这个丢了执照，罚了100多万，还被人判了1年的实刑。这个案子，那么有人说，如果黑暗森林法则适用于人类，那么人类社会和野生动物一样，没有现在的文明。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文明呢肯定是建立在信任和沟通交流的这个基础上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当距离足够远，沟通的成本足够高，相互不信任的时候，黑暗森林呢就会显现，对吧？当然，你说，哎，我现在面前站了一个病人啊，这个医生给他看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确定这到底是个什么人，你也没有办法去确定，说，哎，我好好对待你以后，你是不是可以谅解各种东西？那就只能黑暗森林啊，这个特别是在一些没有足够保护的地方啊，它既不保护医生也不保护病人的一个这个运作机制下，那大家只能是看着对方都不像好人啊，这个没办法。还有人说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不是判刑了，而是整个事情责任链条其实很大，不仅仅只是一个医生接手，主任也看了。但是主任为什么没有成为被告？一级甲等事故肯定没问题，就是漏诊。问题是要不要判刑？要不要只追究一个人的责任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咱们呢确实是有首诊负责制，就是谁第一个接手，谁要负责到底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呢，他的主任呢也受到了处罚，也被吊销了执照多长时间。对吧？至于说最后这个，要不要这个判刑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网上有一堆的这种自媒体段子是做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病人上来说，哎，我要投诉护士，没问题，开除了。再待会儿我要投诉医生，没问题，开除了。等到晚上说，哎，我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肚子疼啊，我说我哪儿不舒服了，那没办法，医生护士都开除了，您自己看着办啊。这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大家都在演绎这样的段子，段子并不是说，哎，我犯错误了不能处罚，对吧？而是什么呢？
完全不对称啊，而且呢是完全无保护啊，这个是非常危险。其实医生本身就是一个在法律边缘运作的职业啊，这个大家要相信我，就是所有的医生啊，特别是外科医生啊，这些都是在法律边缘运行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医生讲过一个段子啊，他说：“你看啊，一个医生啊，在街上走，突然有人这个需要急救，他呢就随便拿了一个水果刀啊，给人拉开了，拉完了以后拿了个圆珠笔芯儿的啊，圆珠笔的那个管儿插进去啊，给他做这个呼吸啊，这个，但是整个这个过程是有很多很多的违规的地方啊，你消毒不够，你使用了非常规的这个救助这个设备啊，没有使用标准设备，然后呢，你这个没有在自己的医院里头去执业啊，在中国以前还可以去飞刀，现在都不允许了，对吧？现在飞刀必须要去跟医院去谈，所以呢，任何医生一旦离开自己的医院，他是不能去执业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时候，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救人啊？所以，他完全无保护，这个是没法干的。然后还有人说，老范啊，缓刑1年的意思是判了1年，你这1年可以在外边待着，如果不犯事儿，就不再收押了啊。这个其实你说的是不对的啊，就是你在这个1年里头确实是可以在外边待着，但是呢，等到1年结束的时候，要去对你这1年的这个叫做什么呢？监外生活吧，进行一个评估啊，在这个评估的过程中，发现你没什么事儿。啊，才可以说不再收押啊，你算是自己已经改造的很好了。但是，如果是评估了有问题，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人举报你了，天天有人盯着你啊，比如说这个患者家属天天盯着你啊，说哎，今天他上街这个没有扶老太太啊，明天他骑车这个撞了人了，后天这个随地大小便了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他有可能还是会被收押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缓刑了就不用进去了啊，这个是2个概念。还有啊，说出了人命啊，这个当然关天，但是法律的层面如果仅仅停留在息事宁人啊，忽视了法的根本精神，公平、公正、公义啊，那就是一种欠缺。当医生都开始人人自危，害怕一旦失手，对面的人会不会以故意杀人罪告他的时候啊，你我皆如草芥而已，人间地狱才算真正降临。当人人都在喊不要底层互害的时候，一旦灾害降临到自己头上，就都全部变成道德高地啊，都全都变成道德高地上那个长着最长手指的人了啊！这个事儿呢，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就不要去指责任何人啊，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前2天跟土拨鼠去直播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情，让我特别有感触。当时呢，我们就问他说：“哎，你这个下边去开这个叫做比如说有火箭爆炸了，对吧？那你开会反思的时候，或者是你这个火箭发射之前，大家开会的时候，有没有人会顾及颜面呢？对吧？说这个事儿我们就先不说了，那个事儿呢，是不是少说2句？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他说：“反正至少他在上班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人敢在这个。”叫做开这种技术会议的时候，给你上纲上线，给你上这个叫做意识形态的话，马上就踢出去啊，而且是直接让他离开项目组啊，找人来替代，因为在火箭发射这样的事情上，那就容不得任何揉沙子的事情啊，就是必须让所有人畅所欲言啊，有任何人说，哎，我们现在政治先行啊，这个政治挂帅了。啊，这个事儿呢，不能说啊，那个事儿也不能说，那这个就没法整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让我为什么说感触颇深呢？就是有很多事儿啊，就是科学，对吧？就是物理，你是不可能突破的。你再怎么政治挂帅啊，我们政治能够这个管理物理吗？管理不了的。但是很多政治挂帅的东西呢，其实都是一些人想通过政治挂帅的这个过程。让自己的私心私利得到一个体现，对吧？政治挂帅的中国足球啊，这个玩废了；政治挂帅的这个中国短刀速滑啊，也玩废了；政治挂帅的这个中国乒乓球啊，现在也玩废了，对吧？原来玩乒乓球全是中国人在玩，对吧？现在玩不过了，
对吧？现在这个WTT 的世界冠军男女单打是2个日本籍的华裔现在只能没办法是鼓吹这2个人了，对吧？那就是政治挂帅挂出来的嘛，对吧？一旦政治挂帅了，这个事儿就不能说了他底层逻辑不跟你探讨了，有这个最终有解释权的这个人他说了算了这事儿都没法弄。所以等哪天这个中国乒乓球也都跟中国足球一样，那都是政治挂帅挂出来的。电影《欢迎来到龙餐厅》会去看吗？热度挺高的应该不会。就这种片子呢，也许我会看但是大概率是等它从院线下来以后在网上看我应该不太会到现场去看去。我最近这段时间呢，还是稍微家里有点事儿就是今天在帖子里头发的那个机器，有人见过没有？对吧？最近就在跟这个玩意儿打交道这个，所以明天早上还是有节目的，礼拜五可能上午也有节目，但是礼拜五晚上的直播呢，就未必能够搞得定了现在我就是每天需要去看到这个设备，对吧？这个有没有人认识那东西是什么的？这个我还是挺好奇的。今天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玩意儿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设备。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机器，怎么能够这儿可以看到了，点错了，这儿不是这个这个东西有人认识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中国国运上升期的时候那一批领导人一个个的走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咱们就不要去研究这件事了这个超出老范的频道范围了。短道速滑这种小众项目也上榜了，真的出名了是，就是现在呢，总有人去鸣不平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国其实人很多，而且呢，这个有能力的人也很多。你只要实事求是，按照一个正常的这种叫做科学的方式，或者说公平的方式去进行选拔那么我们就卷呗。这你只要所谓公平选拔，实际上就是一个内卷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卷死全世界所有的人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那么如果你说我不行我就是要这个政治挂帅一下，或者要这个通过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这种逻辑去这个施加自己的影响，那最后就都不行包括像乒乓球也是这样的连续多少个冠军都给赶到国外去了，赶到欧洲去了，赶到哪儿去了，然后现在还发布禁令说你要出去了，你就不能在中国注册了，那就不注册呗，对吧？你就自己把自己玩死不就完事儿了吗？这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如果短视频生成第一版之后需要微调方便吗？不方便，非常不方便，就需要再来一次。这个东西不叫微调，这个东西叫抽卡，而且很贵就是我大概是买了$10一个月的极梦套餐然后呢是叫做什么呢？大概是如果是使用 CDance 2.5 的话，生成 720P 的视频能够生成可能2段还是3段一个月反正很贵这个东西如果是 CDance 2.0 的话，还是可以生成一些的就是我现在靠这个短视频挣到的钱已经完全覆盖了我的这个极梦的这个订阅费这个我还是蛮开心的。然后如果你就是想做这种10几秒的视频呢，你就在极梦上充会员如果你说我想做更长的视频，想去做慢剧，想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的话
那建议你呢去充这个小云雀的这个会员啊，那个里头呢会有这种什么导演剪辑版啊，会有这种东西啊，可能呢对于你前期的这种编排啊，对于前期的这块会有更大的帮助一些啊，大概是这样。但是呢，这个里头最贵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叫做渲染啊，或者说就是生成过程，它一旦把生成过程跑了，它就一定要把钱给你收出来。哪怕生成失败了啊，他也会找你收。所以呢，你们看到我上传的这些短视频呢，其实成功率还比较高啊，就是我可能10条里头会失败个3、4条啊，这个，但是失败了你也没办法，只能扔掉啊，就再来就可以了。先从小的开始啊，那没毛病，没毛病。这个可以搞一搞，这个还是挺好玩的。短视频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流程啊，就是直接上这个叫做什么，直接上这个图就行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样例吧。既然你感兴趣啊，那咱们就看个样例。我看一眼啊，在这儿。是在什么地方来着？应该没有这么远啊，我找一找，稍微的等我一下啊。哎，我记得我是有这个东西的呀，怎么搞的？啊，这儿呢。对，展示。对，这个呢就是我去生成的场景图啊，一共是10个场景，10秒钟，啊，写的是啊一个微胖男子穿着这种花的这种短裤和背心儿，然后踩着人字拖，要给这个女生演示这个鞭炮炸盆，然后拿了一个巨大的鞭炮啊，拿了一个打火机，然后说的是啊，我把鞭炮点着了，你把盆盖上。然后呢，他把鞭炮点着了以后，人就跑了。但实际上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他把打火机撂地上，带着鞭炮跑了啊。但是他生成的是有些错误的。然后这个鞭炮炸了，下一步是这个叫做拖鞋掉下来砸在女生头上啊。然后呢是这个大花裤衩掉下来飘在女生头上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叫做场景图啊。这个是由GPT Image 2生成的，就是我们直接在 GPT $20套餐里头就可以干这个活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提示词呢也是由这个叫做 GPT 直接生成的啊，这块都是由 GPT 搞定，然后就可以生成一个短视频啊。这个短视频在这儿呢，给大家看一下。等会儿点着了，你就拿盆扣住它。看到了吧？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首先你要有个故事，然后呢生成这个相应的图片啊，这个然后再说你去渲染，然后渲染的时候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个再看一眼这个图。大家看这人呢，不是这个就是这不是我，对吧？这也不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女主角。然后再到这个集梦里头去干活的时候，你就可以写@谁谁谁是男的男主角，@谁谁谁是女主角。所以最后生成出来的呢，就是这个男的就变成我了啊，然后这个女的呢就属于我使用的我们常用的这个 IP 形象
在这个极梦里头会给你一些默认的免费 IP 形象。现在好像周星驰已经把他的形象授权给字节跳动了你可以免费使用周星驰，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人也在进行这样的授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今天讲什么故事今天是老范读评，就是每周三都读评论。背景图用关键词多吗？还是随机的多极了。这个背景图的关键词我现在一般不再生成背景图关键词给大家了因为呢，我的背景图的这个关键词都不是我自己写的，通通都是这个由这个叫做什么呢？都是由叫做 ChatGPT 写的，对吧？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我给大家找一找这个不是，好像是这个。但总之，这个每一条背景图的提示词可能都会有个我觉得至少是200个单词以上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短视频里头那个蓝头发的范女郎也出现在极梦的宣传片里，他们看来也是常用角色。是的，这个就是你去注册的时候就可以免费用就是它有这么一个是这个蓝头发的，一个是戴黄帽子的2个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卷毛的一个男的这个就属于一开始的免费的这个用户免费的形象。然后呢，比如说你想用老范的形象也没问题就是你在极梦的个人的账户注册了以后，你来关注我然后我去关注你，咱俩互相关注了以后，你就可以来用我的形象这个也是可以的。你应该不会说什么特别过分的话这个可以放心让你去用，但是其他人就不一定了。好，我们继续。中美互相卡脖子这个直播呢讲的是这个两边卡脖子的故事。那么有人就提出了问题这位朋友也叫 Luke 叫 Luke 华，好吧？他说假如中国和美国同时解决卡脖子问题，但是稀土1年才几十亿刀的销售额，半导体大语言模型上万亿刀的生意，两边失去的和得到的天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况且大概率中国 EUV 制造出来的时候，美国重稀土还在被卡着。这个事儿呢不好说这个不好说的事情。这个就是有一边呢还是更加内卷就是中国这边要更加内卷，而且呢这个整个的执行过程呢更愿意去牺牲，所以到底谁快谁慢真不太好说咱们只能是拭目以待。还有说光模块里面大部分都是美国公司的芯片负责控制光电转换、波长筛选等等，其他就是电阻电容了光收发接口了这些东西进得有点搞笑。现在就只剩台厂可以供货了，那就供呗，对吧？那能怎么办呢？这个反正让他们自己慢慢去研究吧。至于这个里面到底是不是美国芯片这个咱们就不去研究了。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吧。最近呢，俄乌两边的战争在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就是炸双方的电商仓库就是乌克兰去炸俄罗斯的电商仓库，俄罗斯也去炸乌克兰的电商仓库。那么下一件事就要比较他们谁对中国商家好为什么呢？因为电商仓库里装的东西都是中国商家的东西所以两边炸完了以后，最后损失的全都是中国商家就是你只要在电商仓库里的东西就是这玩意儿。而这些东西大量是用来装无人机的就是无人机的各种零配件都在里头。
现在俄罗斯已经说了啊，说我们这边啊，因为轰炸是不可抗力啊，所以炸了以后我不赔，所以现在一堆的中国小商家在那儿哭天抢地，没有办法。那乌克兰如果说我也不赔，那咱就都没有啊，你们两边离开中国的这些无人机零配件的话，你谁也玩不转啊。那么如果乌克兰说我赔啊，那中国商家就会继续给他配这些发放这些零配件啊，他们接着可以去造无人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上面，大概70%-80%的零配件都是来自于中国，那你怎么办呢？而且这些很多都是从淘宝来的，就是从这种电商商家来的啊。现在大家都搞明白了，那炸呗，炸完了以后就看谁愿意为这件事情买单啊。而在乌克兰的话，其实还有一条路，就是你可以让它寄到，比如说波兰啊，寄到周围这些国家，然后再往回拉。俄罗斯的话，你要想靠这个叫做火车往里进是很费劲的啊，还是得飞啊，一趟一趟飞进去，因为远东离它实在是有点太远了。别授权给我啊，这个要是授权给我的话，我做的第一个视频老范大战德克萨斯卡尔没问题，干就是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形象并不会给你带来流量，对吧？这个你既然干这个活，核心还是流量的问题。Cyber knife 这是什么？赛博刀吗？啊，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设备哈，确实是这么个东西啊，就是它不叫 Cyber knife，它叫一个什么刀，我忘了，它这个叫什么刀了，反正是一种这个放疗设备啊，这个东西很大，这个东西有个我想想叫多大呢？我觉得可能有2米高吧，这个玩意儿。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大。啊，你看旁边有什么插座啊，有这个东西，你可以比较出来这个东西有多大。奥德赛看了吗？还没有啊，这个下周去看吧。值得票价，好吧，没问题。奥德赛是讲的啥呀？这个等我去看了回来给大家讲啊。生成可以在特定场景嘛，比如说我的照片是苹果店这个场景里，余承东在那个狗叫可以吗？不可以啊，因为你只能用自己的形象啊，就是 IP 形象在这个 C-Dance 里头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你说我用这个马斯克的 Group Image 2啊，那个是可以，他不管你的，对吧？你自己去做，上照片，上所有东西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国内控制的要严一些。你说我实在是不想受到任何控制，你可以用 Minimax H3啊，就是完全开源的啊，也可以。无人机是这个卖方市场啊，中国商家亏不了，亏大了。中国商家这个你无人机零配件上去了以后，它炸了以后不赔，那你只能是亏，这个没办法。奥德赛荷马史诗，不过国内能上，而且据说基本上没有删减啊，只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打码了啊，这个具体我还没去看。继续啊，说这个看一下埃斯摩尔从开始研发 EUV， 阿斯麦吧，从开始研发 EUV 到半导体公司真的能够用 EUV 量产的时间吧，就算省掉研发的10年，从第一台样机到半导体公司导入，能做到商业化量产的时间，了解一下。我觉得呢，就是你们提这样问题的人呢，就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最难的是第一个，他要把路趟出来啊，那么下面的这些人呢，就会知道正确的方向，可以快速的到达彼岸。然后第二个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各种规章制度、各种这个不愿意加班，要这个生活与这个工作相均衡的人这里去逐渐的让一个设备能够运转起来啊，这个事儿也很难。而这些东西呢，就是这2个东西在中国都不存在，
第一个，阿斯麦已经把路径指明了，而且有这么多的设备，我们这儿也都见过，对吧？甚至我们可以到台湾，到任何地方去挖人去啊，这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这些商家啊，或者说中国这些厂商吧，啊，他们也愿意加班加点，然后突破各种工程限制去做测试。所以呢，人家用了多少时间这个事儿跟我们屁关系没有啊，别想这个。还有说中美互掐脖子，美国以为你能搞的我也能啊，到后来什么也没成啊，中国也认为我也行，到后来也烂尾了啊，最后大家都倒霉啊。这个我觉得呢是这样啊，就不能讲都倒霉都烂尾，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就是有些可能能做成，有些可能做不成，有些可能过一段时间能做成啊，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说话才相对比较科学一点。你不能说，哎，这个东西中国最后没搞出来啊，或者到当前没搞出来，那中国烂尾了啊。那个东西美国现在没搞出来啊，美国也烂尾了。那你这样的话，咱们大家只能看笑话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啊。我憋了1个礼拜，憋不住了啊，先亮牌了。奥德赛我不是很喜欢，没问题。能说说 FTE 在中国根本跑不通这事儿吗？哎呀，最近呢，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做这块的整理啊。这个等回头我稍微空一点再出来整理这个事情。今天在线的人这么少，留言这么少，因为大家都没有点赞啊，对吧？在线的人要多呢，就一定要点赞的人多才可以啊，在线的人多。如果大家不点赞呢，这个就没有在线的人。今天主要是卡尔加图没来哈，下一单就是先款后货了，还得涨价啊，除非俄乌双方都不买了。你想太多了啊！中国造这些玩意儿的人商家非常非常多，产能绝对过剩，对吧？咱们都是愿意狠狠的往那边压货的。中国向来是自己跟自己竞争，自己内卷。听说奥德赛有个该白人演的角色被政治正确了啊，海伦嘛，那就这样呗，那能怎么办呢？北京看诺兰电影最好的影院是中国电影博物馆大陆区最大的荧幕啊，不过买不到，没有票啊，这个过几天就有了，不用这个什么，不用说这个一定要马上看嘛。影博不是影展的时候抢不到票吗？平时奥德赛也没票吗？有票有票，不用那么担心。点赞了啊，欢迎一定要去点赞。海力士重启中国耐的产线了啊！现在海力士也在说他们准备评估把中国的几条DRAM 生产线或者耐的生产线直接给它卖掉啊，这个也有传闻在干这个事儿。好，我们继续 AI 时代的产品经理。有人说，老板用 AI 替代产品经理，然后产品出问题了，老板打自己吗？不会的，老板永远会觉得错都是别人的，自己一点毛病没有。你不这么想的人，你当不了老板啊！这个一定要相信我，这个是一个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即使这个老板原来还能够承认错误啊，但是一旦他当上老板了，他也不能承认错误了啊，他也只能说是，哎呦，这个一切都怪美帝太狡猾啊，他才会变成这样的。还有说，我们的工程师保持平衡。纯粹的辅助性文职砍了一半产品经理的角色，一直是工程师的工作之一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它就政治化了啊。像我们在猎豹移动的时候，产品经理就是一个很政治化的一个角色，因为你不做产品经理，你就没有办法升职，对吧？因为 CEO 是产品经理，就是他有的时候，看老板是干什么的。我记得。以前我去做游戏投资的时候，就有人去讲这个事儿啊。他说你要去看这个游戏公司的老板是干嘛的啊？有一种呢是做销售的或者做 BD 出身的人去做老板。那么这样的公司做出来的游戏呢，通常不好玩啊。但是呢，
能挣钱啊，也做不大啊，但是这个游戏最后能做平，能挣钱。然后有一些呢是由游戏策划来去做老板啊，这样的公司的游戏呢通常比较好玩，但是呢，它的这个游戏呢，通常没有那么好看啊，优化的也没有那么好，用户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未必能挣钱。所以第三类公司呢，是由设计师或者由美工来做老板的公司啊。那么在这种公司里头呢，就是美工的这个话语权就很大。那他们做的游戏就是好看啊，特别特别好看。然后呢，故事讲个稀烂啊，就是没有什么故事，没有什么可玩性啊。这个就是不同的老板会有按照自己的性格，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塑造公司的故事啊。然后啊，说我个人觉得多 agent 之前的主要问题恰恰是权责不分明，啊，这个任务分工模糊，而且也没有可量化的指标去评估，而人的组织遇到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现在走到这条由主 agent 分配 sub agent 完成任务的思路大致是对的，但是 sub agent 如果脱离了记忆，可能仍然会在做复杂任务的时候表现不佳，比如做视频的时候踩过的坑，直接让 sub agent 做就效果不好啊。再比如审核计划的时候，如果不了解一些计划里固有的设定啊，这个 sub agent 会做出错误的这个判断。所以以后的多 agent 合作会是一个权责界限清晰啊，分工明确，可验证、可量化的，并且带有记忆的 agent 群啊。这个呢，其实我并不太认同啊。就是现在的 agent 和 sub agent，其实它最核心的不是说权责清晰，而是不断迭代，对吧？你可以让他说，哎，咱们现在再迭代一下吧，咱们看看，分析一下这一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调整，如何去迭代，这个才是他应该不断的去做的事情。这个就跟以前咱们玩那个软件里头搞那个叫什么 CMM 的那个认证系统似的，啊，你 CMM 越高啊，就不是说你越规范，而是说你的这个迭代改进能力越强啊，这个才是玩多 agent 系统真正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战斗的团队，能够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迭代的一个团队，对吧？这是真正要干的活。所以核心不是把规矩固定下来，核心是能够有一套不断的制定和迭代优化规矩的一套系统啊。还有人说，我反而觉得产品经理越来越重要了啊，因为程序员首先被取代，很多工作需要产品经理来负责啊。这个人，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产品经理啊？这个叫 Scott Diamond 啊，这个你是不是产品经理啊？这个一般说这话的人都是产品经理，我觉得。每一个人呢，其实都觉得自己这块工作更重要啊。这个所有不是自己直接负责的工作，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诺兰出品，我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一部颇有当年张艺谋那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这个风格，好吧？那个大波波还是比较有印象的啊。最近不是有个 YouTuber 谷歌收益被关了吗？说不是因为背景抠图被判定了 AI，还是被举报了啊。这个说做了5、6年了啊。艾伦陈嘛，这个我今天还在 Twitter 上去那个转发了他的那个视频，然后他还关注了我，对吧？然后因为我经常看他的视频，那小哥挺好玩的。他虽然他的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啊，但是他做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人比我帅啊，人家确实年轻也英俊一些。然后第二个呢，口齿伶俐啊，语言呢也更幽默风趣一些。他呢看大量的财报，然后也会去进行一定的这样的这种，就是从财报从数据角度出发的这种分析。但是呢，那是一个财务出身的人啊，就是他是完全搞金融、搞财务的，所以很多关于技术、关于模式相关的东西，其实我并不太认同他啊。只是呢，他的节目其实我看了好多年了，还是挺喜欢的。他这故事我是放到明天早上要放的这个视频里了啊，就是我后来还给他 Twitter 下头留了一个言，我说，你这个故事我引用了啊，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就是要耐心等，就是你在 YouTube 上被处罚了以后，你去申诉，通常很慢啊。这个因为现在内容太多，审核的人太少啊，就是你一旦需要人工介入的话，就会非常非常慢啊。他稍微有点耐心吧。第一次收到没有画面只有声音的插播广告，但很短。哎，这我还真没遇到过，不应该啊。而且他的角色塑造上也错过了很多奥德赛人物的精髓，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最后拍得太左了，好吧？这个对于我来说不是这问题啊，因为我压根儿也不了解奥德赛到底是什么故事，所以我就当一个新故事去看啊，这个并没有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说最难的是改编作品啊，为什么呢？因为众口难调，你要同时去适应，从来没看过小说的人啊，从来没有看过书的人和这个也对书滚瓜烂熟，自己有一套这个非常深刻理解和认知的人，这个呢很难去调和。我记得是这个《哈利波特》啊，就是拍电影的时候呢，因为他第一次拍嘛，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哈利波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这个 Hermione 啊，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罗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下一次再来，比如今年应该是11月份还是12月份，HBO 是 HBO 吧，去拍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剧集版本。啊，那就一帮人会带着2套不同的这种有色眼镜去看，啊，那它成功的概率基本上是0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咱们可以赌一个这个《哈利波特》剧集到底能不能成功这件事儿。另外一个就你比如说，咱们看的这个，网飞有一个剧集叫《猎魔人》啊，或者是叫做巫师吧，啊，应该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呢是波兰蠢驴的游戏，前面还有小说，小说也是在波兰得过奖的，然后再做游戏，做完游戏以后再来去拍电视剧，对吧？那这事儿就费劲了，对吧？有人从来没打过游戏，有人游戏打得滚瓜烂熟，心里头已经完全把这个形象都固化了，然后你再去做电视剧的时候，那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对吧？这事儿就完全没法整了，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判断方式。电影院 LED 屏的效果好一些啊。这个 LED 屏是什么屏？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老马的火星计划越来越觉得不太可能了啊！以前就是各种听、各种愿景啊、各种宏图。最近为了了解星舰发射海量卫星的可能性，简单算了算，本来以为挺复杂的，原来几十年前数学牛人已经把方案给出来了，才知道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啊，本来以为挺复杂，仔细研究发现核心原理，高中物理加上一点点微积分就搞定了。啊，拿登月任务来，拿登月任务有效载荷，也就是几个百分点而已。火星任务目前来看，至少要3级以上的火箭而筷子也好，网系也好，回收也仅仅是第1级啊。这个我觉得您还是再好好仔细研究一下吧，是吧？工程的东西呢，不是简单算一个公式就搞定了啊，工程的东西非常复杂。现在呢，就是1级、2级都可以回收，而至于去火星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您还没看到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开始说我已经判断了这个，咱们稍微的有点敬畏心，行不行？应该要拿奥斯卡，所以要所谓的政治正确啊，这个奥斯卡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啊。奥斯卡现在是不是已经很政治正确了？韩国人拍那部所有人都和自己的无价值感对抗，这部挺不错的啊，后劲儿挺大。但是我韩国电影已经好久好久没看了。我最近看的2部韩国电影是《魔女1》和《魔女2》，啊，那个小姑娘反正长得也不算好看，单眼皮，对吧？但是打得很爽啊，因为韩语也听不懂，然后看字幕也挺累，但是你不看这些玩意儿，就看着乒了乓啷打，还是挺过瘾的。估计能拿奖啊！这个奥斯卡就喜欢一个老白男将自己的艰辛逆袭讲自己的艰辛逆袭故事，因为评委全是一群老白男，好吧？这个咱们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拿奖吧。
然后光模块与这个制造外迁，其实还是这个中美互相卡脖子啊。我把它重新剪辑了以后，这个很神奇啊，就是原来这种再剪辑的视频是啊，就是这种直播再剪辑切段的视频，其实播放量很差。但是这期视频呢，播放的还是不错的啊。那么这里头还有不少评论跟大家讲一讲，说这一次呢真不好说，以前每次转场都成功收割一次，这个补充血液啊，这个日本那次更狠，直接把半导体这个分割到台湾、韩国，这次到目前还没有成功收割。现状是西方经济实力占比已经不足50%了，美国自己债台高筑，自己小弟能够持续接盘美债能力也有限。现在关键还是看半导体高端制造、药品开发等方面中国的进步速度。如果速度比较快，可以把美国的重要资金回流管道半导回流管道半导体医药大飞机砍掉一半，这个那美国的购买力就不能长期持续，金融市场也会出现异常。这个情况下，以前产业转移的情况就很难发生。如果中国半导体高端制造、药品开发进步比较慢啊，那大概率按以前的剧本走啊，这个我是不认同的啊。美国呢债台高筑，一直都这样啊，以后肯定还会更加高筑。这个凭本事借来的钱，为什么要去还呢？啊，至于美国的小弟们是不是愿意接美债呢？其实，美债最主要的接盘方是美国人自己啊，就是美国民众、美国本土的各种基金啊，他们其实才是真正的大头。至于美国小弟们呢，接一些啊，中国现在又在增持美债，因为你没办法，你这么多这个美元搁在手里，你不买美债你干嘛呀？对吧？所以中国也在增持，但是呢，所有这些其实在美债里头占比都是很小的。至于这个中国的这些半导体医药大飞机能不能追得上呢？对于这一次的成功与失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唯一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消费。如果中国的消费就是起不来，那你东西造的再好都扯淡啊，没有意义的。如果中国的消费起来了啊，那么还是有可能去跟美国竞争的啊。美国只要一直买，一直消费，民众开开心心的花钱，月光族，没毛病啊。这个它就依然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依然是这个所有产品的这个定价权的所在方啊。这个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说，您的核心观点是一，虽然美国政出多门，而且对中国的打压不断加码，但是它是法治国家啊。虽然美国政策朝令夕改，不少相互冲突，但它很守信用啊。这个首先这样，美国是不是守信用呢？我从来不认为美国守信用啊。美国呢确实是法治国家，因为呢它这个大家可以去告它啊，就是你可以去告政府，是不是法治国家就看一件事，你是不是可以去起诉政府，是不是每一次政府处罚令你可以去起诉他。如果你不行啊，这个只要处罚下来就雷霆雨露皆是君恩，那我们就只能是全过程民主，我们就其他事儿我们就没法讲了啊。这就肯定是这个党大于法的一个地方，对吧？那法治国家一定是法大于党的，法大于国家的，这才叫法治国家呢啊。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至于说守信用呢，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守信用它是有成本的啊。如果你发现守信用可以有更好的收益，那就守呗。如果你发现背信弃义可以有更好的收益，那就做选择嘛，它就是这样。我从来不认为哪个国家会无条件的守信用啊，一定要讲清楚这一点。还有说这个海外华人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人啊，这个有个根本区别是，当年美国自己主动的，现在中国多少有点被迫不得已的成分，找低成本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规避随时可能来的限制名单。那这个美国反正就是他一直还是握有主动权吧。至于海外华人是不是等同于中国人呢？这个反正我就是都当华人吧，那咱们就不算中国人是吧？都是华人，我也是华人，你也是华人，这事不就完事了吗？对吧？这个你是不是拿着中国护照或者是不是在中国出生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因为我们从本质上说还是这个使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在想问题的。
还有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为什么中国企业不敢做长期规划？我们公司搞废品回收的，企业取得原材料就要取得发票，国家24年就出了个反向开发票政策，然后好多废品回收企业就落地了，然后国家发现税收金额没有预期那么多，直接出了个限制措施。华中地区全部取消资格，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没有限制，然后留企业在风中流乱，留企业在风中凌乱，说白了就是自己出的政策发现不利于自己，然后地方可以一纸公告直接废止，你还要谢主隆恩啊？对的，我们企业还要自己写申请取消反向开票申请，对啊，就是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嘛。中国呢是这样，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体系。其实，在这个体系里头，上海原来为什么经常说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方，或者说上海是中国行政的各种天花板呢？就上海市政府做各种事情，他给你讲规矩啊，你要讲规矩，然后他自己也愿意在规矩范围内去运行，这就是进步啊。其他地方就是我就是法，我就是规矩，我说了什么你只能认。啊，那就是这个相对还要再努力一点点的地方。呃，情感价值和破地狱的内核是一样的啊，等吃瓜啊。破地狱我也没看，奴才视角了啊，主子强大当成自己强大了啊，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视角。最近流行一个梗，好莱坞花了100多亿美金，就为了马特·达蒙回家嘛啊，这个，他只要能挣回来，你管他回没回家呢？中国的 M2都已经357万亿了，各地政府任务行至少也有100多万亿了啊！这个是不能换算成美元的债务，M2也是，这个不能换算成美元的啊，相当于中国是靠债务支撑起来的经济体量。这个其次，强依赖出口，老百姓穷，内需弱，一旦去中国化，供应链建立起来，出口也会大降，出口也会大降，到时候中国必然返贫啊。这个，所以我们这期视频讲的是，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美国希望借着中国把他的问题解决掉啊，中国也希望借着美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所以这就叫相爱相杀。奥德赛其实非常符合中国人对英雄的理解，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那故事。用不正义的方式获得正义的结果，这个部分被这个导演完全改了，好吧？因为奥德赛原始的故事我是不了解的啊，而中国人不是一直要求讲这个叫侠之大者吗？这个讲的就是，我只要是这个，呃，这个是叫什么来着？可以舍身取义嘛，只要背后的主义高嘛，这个其他的都不重要嘛，对吧？咱们叫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死，什么一切皆可包，还是什么的？但咱们讲这个呀，对吧？所以中国不能讲这个不惜一切代价，中国只能讲说叫这个行大事者不拘小节啊。那么最终还是要有大义的啊。你如果没有大义，这个事儿都不行。中国讲大义这个事儿呢，是从儒家文化开始的啊。我记得以前讲的这个，就是儒释道啊，我记得是听谁讲的？听这个，呃，叫李什么来着？就是原来酷六的老板啊，就是他就喜欢讲这种玩意儿。他说儒是就是最简单是释迦摩尼是这个佛教，佛教呢是有困难啊，我不承认它，我不认这个东西，我就过去了。然后呢，这个道家呢是我可以这个绕过去或者什么，大概是怎么样，我忘了。然后这个儒家是最简单的了啊，儒家就是当我发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举起大义，说来咱们冲上去。对，大概是这么个处理方式。
这刚才讲过了啊，虽然有几个错别字，但是我们就不再重新讲了。那个张鹏是不是大概率要入罪了？37、8天过了，张鹏是谁啊？按照惯例大概率歇了，也没什么消息。油管啊，那个啊，就是那个油管上那个人啊，不知道，这个不好说，因为中国这个积压是可以积压很长时间的啊，这个不需要去研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才37、8天，这个入罪还早呢。启动战争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啊？最近看完台湾的演习，感觉自从毛泽东军队没了以后，这个有啊，咱们这人民解放军还在啊，好像对外军事行动变得非常不可能了。这个你发现中国的各种方面都很强势，而在内地，而一旦出海后，各种拒绝使用成建制军队进行战争啊，就无论是自己海外利益，还是被蹬鼻子上脸的美国狗啊，不太懂。启动对外军事作战真的那么困难吗？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了啊，这个超出我的能力和认知范围了，这个事儿。轻言大义者必临阵变节啊，是的，所以你们也不要指望老范可以这个威武不同期，富贵不能淫啊，这个你只要敢打我，我马上就服啊，你只要敢给我钱，我马上就怂啊，这个马上就这个没有原则了啊，上北而祭更厉害啊，这个我就马上这个可能还没等人上呢，我就已经屈服了啊，所以这个就不要指望老范能够这个坚持这些这个原则啊。国产光刻机研制已经30多年了啊，这个研制路径，随着深入才逐步了解难度和复杂度。18年之前的路径和后续路径差异较大，主要是核心零部件选择。08年之前，国内配套产业链近乎为零，国际合作成为必然啊，但是走了很多弯路，同时需要兼顾知识产权和合规。多年来的投入强度不足，落地产品的产业化方案，这个考虑欠妥。您这是政府公文嘛，对吧？这个稍微的看着有点费劲啊，后边我们就不念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只要真的是上啊，就还是可以上得去的啊。这种太文言、太文化的东西，我就读着比较费劲。大俄这次做了很好的示范啊，发动战争，极有可能会让政权崩溃的，这个不会的。你不要老觉得政权那么容易崩溃，只要他们手里还有枪杆子，它的合法性就不会得到质疑。奥德赛主要是他是强者，他是强者时，对他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原则；他是弱者时，就要开始讲原则了。说别人不讲原则，好吧，这就是双标呗。等我去看完了再去评价吧。先有中华民国，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那怎么了？不是国民党分裂中国的，这个我不知道你在想讲什么啊，没看懂。好，我们抓紧啊！这个宇树科技要上市了啊！这条视频下头有人说，宇树是开源机器人，发展思路和中国大模型一样，机器人是基础设施，一旦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整个 AI 都是基础设施，那比拼的就是生产成本和供应链。如果这是真的，那美国在 AI 产业就永远形不成垄断，投入那么多赚不回来啊，发生崩塌是迟早的事情。风险在哪一边一目了然啊，这个我是不相信的。就是一个花了20亿美金去做研发的，像 Figure 03这样的东西，而像马斯克的擎天柱到底花了多少钱？估计应该也是10亿以上美金去做研发，而宇树科技从头到尾花的所有研发费用加在一起，可能也就只有
1亿多人民币啊，那你这样的东西就想去把人家干崩啊，这个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还有人说，科学家创业搞研发靠燃烧自己，不能只比投入多少钱。作为行业内的创业，这个语数的研发投入很合理。宝马工厂里的人形机器人就是行为艺术，工厂里只需要工业机器人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分两段来讲啊。第一段呢是，这里头没有行业内的人，因为整个行业还没有形成呢那么行业内的人，这个就是或者语数这个人啊，王星星。因为一个业余爱好喜欢机器人，他就变成行业内的人，他就可以花别人几十分之一甚至上1%的钱就可以做出领先的产品来。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的这个还是要大力出奇迹，包括花钱在内至于说这个在宝马工厂里的机器人呢，你如果觉得它是行为艺术，等下次语数机器人进工厂的时候，您是双标还是双标还是准备双标对吧？他这个没法说这事儿，对吧？以后工厂里头呢，工业机器人是在固定工位上干活的，对吧？而这个每一个固定工位需要上料下料，对吧？那么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是负责上料下料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去管它。还有说，我不太看好人形机器人的总体来说，可能未来的作用就是精神陪护。用人形机器人在车间干活，其实不如去做智能化工厂。现在那种大型的集成工厂已经自动化了，智能化水平很高，但是他们下面的供应商还是很原始，主要是没有钱。这个所谓智能化工厂呢，它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每一次换产线换这个制造的商品的时候是很麻烦的，对吧？你比如说马斯克吧，他想把原来的这个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这个生产线拆掉去生产 Optimus 的时候这个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调整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智能生产。如果上了人形机器人以后，它可以让这种调整呢变得非常快不是说人形机器人上去拆机器了，而是说你原来这个工位上做什么事情，你只需要让人形机器人去给你上料就可以了。原来这个东西必须做死，整条生产线必须做死，现在的话就可以灵活很多了这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这种地方真正有用的地方。好，还有说这个看谁能先把机器人放到看谁能先把机器人的故事讲通了。AI、无人机、互联网都有过这种时期，大家都模糊的知道这东西将来不得了，可现在看不出明确的大规模商业应用，投资却越来越大。我是觉得中国公司现在有点注意力太过于集中于腿了，能翻跟头挺好，可是灵巧手和 AI 也不该落下，至少应该有几家去认真研究灵巧手中国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中国做灵巧手，包括做这个机器人电机关节这一块呢，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就是它的一些轴承一些部件电机这块咱们造不了必须进口咱们自己造出来那个精度不够。我记得我前天还看过一个项目，就是这种部件电机所谓部件电机就是它可以很精确的知道转多少度或者转多少这个格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咔咔咔咔就这样转过去一个东西。然后呢，大家知道部件电机是拿啥玩意儿做的吗？部件电机是要上光刻机的，对吧？就是它上头有一个小圆盘，这个圆盘上是用光刻机刻出好多道来，然后呢，它在转的时候去数到底转了多少道过去，然后转到10道了，转到20道了这一次得到命令应该转15道，转到15道它要停下来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速度转15道把它停下来，它是这样来运作的。你自己光刻机的精度不够，或者整个这个东西跟不上的话，你做部件电机都是有问题的，包括你很多材料都还是挺费劲的至于大模型的话，很简单，就是没那么多钱你比如说这个DeepSeek融到的钱比 OpenAI 比什么这个Anthropic 差老鼻子了，对吧？你让他去开始搞这个很费劲的。
中国员工成本比美国低啊，美国一个硕士在中国能请3个博士啊，但是中国3个博士干出来的活未必有美国1个硕士干得好。新加坡太多地方不了解了，有一点觉得挺好，总理好像是年薪120万美金起，记不清了啊，反正至少是有这些。新加坡国父这一点挺前瞻的，明码标价，已经明确告诉所有人，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个防止腐败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合理高薪啊，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在诱惑的面前稍稍坚持住底线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养廉，不是因为高薪，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它小，它里头的有利益吗？有，但是它没有那么大，对吧？它核心是比较小，而且呢，它有英国人打下来的很多底子，英国人、美国人打下来的底子。其实主要是英国人。工厂我最了解了啊，近几年人形机器人就会大量进入工厂，好吧？你最了解。月球基地也需要人形机器人啊，太空产业人直接上去会有伤亡和伦理问题啊，这个有时候可能还是得上人啊，但是人形机器人会跟人使用同样的通道、同样的工具啊，这个会有一定好处。人形机器人是通用机器人啊，跟现在的工业机器人类似，也是通用机器人，可以从事各种工序的工作，而专用机器人只能围绕固定工序和零件。现在的工业机器人其实你也得给它编程，就是你每一次转换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换那个程序的，对吧？但是人形机器人呢，它这个程序可能就在中央大脑里头，它可以相对灵活地处理很多这个不确定的事情。上火星、月球肯定是机器人先上，这个我估计肯定还是人先上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机器人现在还没那么聪明。那是俄罗斯对自己和对敌人的评估存在很大问题，而且对于这场战争的定位也非常有问题，导致从开始这场战争就可能是错的。这个我们不仔细研究战争这个事儿了啊。这个，总之呢，俄罗斯之所以做出错误判断，是因为信息没有正确的流通啊。你认为中国的信息可以正确的、无障碍的流通吗？还核武器开始，这能扔吗？这个好吧，咱们不去研究这件事儿啊。独裁统治的话，即使高薪也没用，关键一定是要制裁，权力要制衡，权力要受到制约。其实啊，所有独裁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啊。这个，因为他要证明他的合法性啊，证明他的就是表演他的廉洁。语数不断整活，主要还是告诉全世界，你们要生产人形机器人，可以上我这儿来买零件。现在硅谷的机器人创业公司都基本上有一个语数的机器人啊，以后就不行了，因为以后这个就禁止了。也别小看威权体制，人家纳粹科技创新也不受影响。这你还真说错了。如果纳粹不受影响，先造出核武器的就应该是德国了。对吧？最后先造出原子弹的是美国啊！你要把这事儿搞明白。所有政治挂帅的地方、威权体制的地方，最大的危害不是腐败，而是信息没有办法自由流通，对吧？当你说，元首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你没法去跟他讲的时候啊，这个雅利安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对吧？那一帮这个做原子弹的犹太科学家只能去这个集中营，越有知识越反动，那你怎么能造出这东西来呢？对吧？很多事情咱们要稍微思考一下再讲，好吗？这位朋友，普京的政治正会还是可以的啊。这个咱们不研究这个事儿，普京的事儿咱们不了解，咱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语数机器人主要是教学机器人，对，现在主要是教学机器人。至于后面这种家用呢，我觉得还远啊，但是工业机器人应该是快了。像 Optimus 和这个 Figure 03应该都属于是工业机器人。
最大一块是演示啊，表演机器人是的，这个是的，这个今天已经看到新闻了。好，我们继续读评论啊，线上评论。长征7号甲的事故，这是我跟土拨鼠临时拉的一期直播，因为那个火箭炸掉了嘛。有人说啊，有影像显示，在火箭折断前1级中心发动机就熄火了，而4个助推一直没有熄火，因此不会是主动关机，要么是1级管道泄漏导致的燃料供应中断，发动机熄火，要么是发动机先出问题，结果造成推力不均，导致火箭姿态在 Max-Q 点偏离啊，这个受力折断。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做这种猜测意义不大吧。看官方调查的数据吧，因为他在拍的这个视频呢，都是周围旅游的人拿手机拿相机去拍的啊，都很不清楚，很多对焦都没对准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看的这个东西在哪儿看的啊。还有人说航天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失败也是正常的，平常心对待啊，是这样。这个航天呢不叫高风险，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在未知领域里头去做探索的事情，对吧？而且呢，它的这个成本很高，所以这个土拨鼠也讲了，他原来干航天的嘛，见惯生死啊，一切都看淡啊，他就是这样的。你炸多了，大家就习惯了，不像这个很多人没见过这玩意儿啊，炸了好，这个不许说啊，或者那个炸了，咱们赶快去嘲笑美国人，对吧？这个没有必要。天天炸啊，炸多了就习惯了。还有人说不否认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尤其是媒体存在问题啊，比如不敢说失败而叫失利。但是那2位女士说火箭分离完全是认知问题，把这种最基本的对话也上纲上线到皇帝的新装啊。土拨鼠最可悲的是自认为清醒，却陷入了这种偏颇而不自知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这2个女的呢，肯定要么是个导游啊，要么就是俩来玩的人。他们呢本身也不懂，那你不知道就说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土拨鼠这个事儿它不能算上纲上线呢？啊，因为呢，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视频其实已经是筛选过的了，对吧？很多上来说的不对的这些视频已经都被删掉了，所以啊，这个能够露出的这个2个女士在那说，哎呀分离了呀，或者什么这样的呢？是筛选过的结果，所以你说这是一个皇帝新衣的这个表现并没有问题啊。再往后啊，按照马斯克失败的话术，这是一次重大成功啊！收集了大量数据，非常重要的数据，为人类航天事业做出了先驱和重大作用。这个其实不光是马斯克，任何的航天失败，只要你后面可以承认问题，可以好好的去这个讨论这些东西，去解决这些问题，那马斯克说的就是对的。如果一个事情发生了，你不愿意去承认啊，那么这个就没有任何意义啊，那就白失败了。所以核心是你愿不愿意承认，愿不愿意拿出来开放的讨论，和他怎么说是没关系的。我记得我忘了是有一个谁的采访啊，就上来有人问他说美国是不是最伟大的国家，一帮人都说是，然后有一哥们儿刺头说美国有很多问题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然后好多人就下不来台了。他说这个其实不是问题，只要我们愿意面对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摆在台面上啊，咱们来讨论它，咱们来去解决它，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有能力去成为最伟大的国家的啊，包括中国也是这样啊，所有的问题你只要能够拿出来讨论啊，能够愿意摆在台面上说的时候，不会有人在下边阴阳怪气，这就是巨大的进步，或者说成为伟大国家的最重要的一步吧。啊，再往后说盘盘们非得要和星舰爆炸比，发现盘盘们很喜欢自己家戏，然后而且没有逻辑，成熟常规火箭发射就要和美国的成熟火箭比，比如猎鹰9号，而不是还在测试的星舰。况且星舰是已经批量造了很多发动机，就为了爆炸搜集实验数据后，快速再次实验，
换句话说，爆炸是实验的一部分，很难。难道盘盘们这个认为这次的长征爆炸是实验的一部分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每一次爆炸、每一次发射都是实验的一部分。因为火箭这种东西啊，除非像猎鹰9那样，就是已经可以20-30手来回发来发去这种东西，它算是一种量产产品。其他所有的火箭啊，这个包括现在的星舰，都是每次造一发扔一发，造一发扔一发，还没有复用的。所以每一发呢都是新的，每一发都有很多实验的目的和课题在里边。这个事儿并不需要去否认它啊。当然你说我们也没必要去强调说，我发了16次成功了16次，第17次失败了，对吧？就一定是怎么样，没必要去研究这个事儿啊。就是航天失败就真的是成功之母啊，记住这点就行了，甭管它是美国的失败还是中国的失败。好啊，然后啊，到这儿了。开个脑洞哈啊，如果有一天 AI 崩盘了，AI 股崩了，机器人是不是也会死得很难看？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 AI 股，现在谁算正儿八经的 AI 股？英伟达吗？AI 股再崩，它的股价也是虚高不少。这个我就没法说了啊，什么叫虚高？你有标准没有？只是财富暂时缩水啊，这个不知道你在讲谁。融资后企业就拿到钱了，在股市上，在股市上市后就方便增值和套现了啊。这个大家注意，上市跟你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上市了以后呢，像美国公司啊，特别像谷歌呀、苹果这样的公司，只要股价呢这个相对稳定或者股价下滑的时候，它就不停的回购啊，不停的回购。然后呢，在股价高位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增发啊，就是再从股市上掏钱出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你像国内也是这样，小米也这么干，对吧？这个股价低了啊，我就要回购啊，我不停的回购，然后呢，股价高了赶快增发啊。去年小米刚增发了一轮，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没必要去把这个事情解释的多么阴谋论啊，它这是正常的状态。不能用一项技术成果否定科技发展。德国不是第一啊，但是也不输英法加澳。这个纳粹德国体量上就没有美国大，家底儿也不厚啊。那这个好吧，这个叫做什么没做出来啊？这个核弹没做出来不算啊。那咱是不是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也没做出来都不算，对吧？你这不就是妥妥的就是我这个全双标嘛，对吧？这样德国做出来就算，德国没做出来就不算。体量非常重要啊，这个是肯定的。现在美国就是二战的时候，美国体量就很重要啊，它生产能力啊什么都很重要，包括中国现在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咱们有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生产能力都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个里边最重要的是市场啊，如果你整个的消费刺激不起来，市场起不来啊，那一切免谈。现在全球很多产品的生产和供应链都集中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啊，无论是日常消费品、电子产品，还是工业零部件和设备，许多产品都需要从中国采购或者依赖中国供应链。这个东西呢，不叫依赖，就是我们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内卷赢了，对吧？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人家原来也能生产很多东西，但是呢，他发现哎比不过我们啊，我们又便宜又好啊，那他就是最后他的公司就倒闭了，那就都在咱们这儿就完事儿了，对吧？那咱们因为这个确实工资低啊，确实加班狠啊，确实比他们卷，他们呢说我们不愿意过这种日子，我们不愿意因为跟中国竞争，然后让我们的人民也过这样的日子啊，这是不负责任的啊，那最后就没有办法，所以他也只能说我们看看怎么设一些限制啊，让中国的商品加上关税，加上这些东西以后跟我们按照这种有尊严的劳动得到的产品可以有竞争啊，可以相互竞争啊，他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自 X 上的消息 ，ChatGPT 将发布10T 的参数的新模型啊，不知道会不会比 Soul 模型好啊？等待更新。这个因为 ChatGPT 到目前为止到底是发的多大模型，其实我们不知道。
从3.5以后不开源了以后，他就不说了，咱们就不知道这事儿。等他发吧，那怎么办呢？还有一点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对于 ChatGPT 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20一次的购买重置啊，据说他们已经在测试了。现在的重置呢是随机的啊，就是他高兴就给你一个，不高兴就不给你，对吧？让我们使得起来很提心吊胆。而且我前一段时间也试了，就是在不重置的情况下，自己生生的靠这个信用点去烧任务的话，根本烧不起，太贵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我$20一次，$20一次买几次，然后呢，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自己去重置，不要因为我自己花钱买的嘛，你不要给我有这个叫什么呢？不要给我有这个有效期，你就让我一直存在着，对吧？就可以了。这个是我对于 ChatGPT 最大的需求。就是因为国人工资低，消费能力就弱，无法支撑得起高质量的产品的企业，只能靠欧美这些高端客户。对啊，那你中国怎么解决工资低的问题呢？对吧？前2天说河南政府出了个文，说我们准备领导干部带头带薪休假，然后接着开始就被骂呀，对吧？您老是公仆，对吧？您带薪休假，这像话吗？就跟原来那个郭德纲讲的是说，这个说相声的为什么不能戴表，对吧？咵，这手一伸起来，袖子往下一褪，这大金表亮出来了，那底下买票的人就想着说，这是我花钱买的呀，对吧？这心里不舒服啊。后来这个文件被收回了啊，文件收回了以后说我们表述的不够准确，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反个内卷呗，对吧？他说我们领导干部带头带薪休假，这不是扯淡吗？这种事儿呢可以干啊，但是不能说。产业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转移出去就很难再回来了。是的，中国现在也没惦记让他们回来。中国说我们继续往前发展，我们发展这个叫心智生产力啊。美国的成功凸显了我们的失败啊。美国现在也不能说有多成功吧。现在他们也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说的，特别很多政治正确的东西他们也不能说了，对吧？我们一直觉得，我一直觉得是一定要自由的说，自由的讨论，事情才能前进，对吧？中国有很多事情是不能说的，美国现在有很多事情也不能说。欧美日韩产业转移是经历了漫长过程的，是的啊，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艾伦陈的频道刚因为 AI 内容被停止盈利了，7年的频道26万粉丝，所以他还是很强的。内容虽然是 AI 写的，但还是不错的啊，逻辑性、故事性都很强。真人出镜也被停止盈利了，油管标准越来越抽象，不抽象。我今天就专门录了节目来讲这个事儿啊，明天早上起来你看就好了。这个川普就是不去建立替代供应链就打贸易战。他想建立，但是呢，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其实挺难的。我在我的会员频道里专门录了一个节目，就是讲卢比奥在川普第1任期的时候做的4次主题演讲啊，然后呢去做了分析，里头就讲说他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属于我个人爱好啊，这个老范并不懂政治，属于完全班门弄斧，所以这种呢不成熟的内容就只能放在会员频道里。消费是靠刺激的嘛？哎，您这话问到点儿上了啊！刺激呢肯定有效果，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长期呢肯定不能只靠刺激，还是要靠制度上的这种再分配啊，就是你要让真正的劳动人民可以得到尊严，可以得到休闲，可以得到足够的薪水，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有消费。建供应链不大可能啊，这个沿袭川普继续画 K 线更有可能啊，这个看吧。现在不是中期选举快到了吗？11月份中期选举，如果中期选举完了以后，川普变成了这种跛脚总统的话，那后边他就更多的跟他的议会去打仗吧，啊，跟外边就没什么事儿了。腾讯为什么 AI 投的少跌，投的多利润少了也跌？什么意思？没看懂啊？腾讯为什么 AI 投入少就跌啊？那么投入多了，利润少了也跌？
很简单啊，其实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港股上市公司，虽然美股也上市吧，但是它主要好多交易在港股，而港股其实盘子不够大啊。那么在一个很小的盘子里头，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妖怪啊，所以不要太去担心这种事儿。前天重置了，本来已经没有额度了，及时雨，好吧。我是大前天啊，这个自己的重置到期了，然后呢，使了大概20%多，然后被重置了啊，让我很郁闷啊，很郁闷。然后我还有一次13号早晨1点多啊，凌晨1点的这个重置，所以我今天是12号，准备把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呢，让 AI 再把它的这个字幕处理掉啊。我现在还有21%的额度，处理完这个大概就剩不到10%了啊，因为这个很长啊，现在已经1个小时55分钟了啊。那么把这个13号重置这一次用掉，然后就要这个叫什么了，谨小慎微的用了。美塔这2天开源了一个新模型，这个还没看到什么评价啊，就是美塔的闭源模型、开源模型出来了以后，发现完全没有人去做评测，完全没有人去说，我不知道它到底做成什么了。要的不是人口数量，孟加拉人口也不少，我们需要的是有效消费人口，是这样的。和美丽国还没发出比，什么意思？别总说人口多市场大，不赚钱的人口多没毛用啊，是这样的，就是还是要好好的去让大家消费。百姓被剥夺自建工会的权利，那自然就没有参与劳动分配谈判的能力了。工资低是必然的啊，那这个权利必须剥夺呀，对吧？有人靠这个玩意儿起家的，肯定不能说再让这个东西把自己的天下给颠覆了。豆包学百度，很多人天塌了。哎，这个其实没有了。豆包的日活大概是有1亿多还是2亿多，真正给豆包付费的人只有几十万啊。这个豆包学百度这条就是扯淡的。我的意思是不能小看独裁或者威权的这个体制，觉得独裁威权就一定不行。那我就说它就一定不行。这没什么好说的，全世界已经证明过这么多次了，从来就没有行过。独裁跟威权呢，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出一波回光返照来，时间长了呢，因为它底层逻辑不允许去讨论必死无疑。欧洲也有很多东西不能说都不进步了。对，欧洲不能说的东西就不进步，就这么简单。欧洲你看现在白左成这样了，它进步吗？死不能说与彼不能说差别还是很大的，对，但你只要不能说就不进步。好，继续啊，还有几条啊，还有一条视频的评论 ，Kimi 拆 VIE 上市这条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视频我还是做的挺认真的啊，但是没什么人爱看，好吧？这个可能稍微有点专业啊。有人说很专业啊，补充一些。港股的18C 的上市窗口是2024年9月1日到2027年8月31日，这个也就是还有12个月要关闭了，拿了美元投资的这些AI 企业，如果不赶紧搞上港股，麻烦回流 A 股，更麻烦啊！这个现在是应上尽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港股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要宽松很多。A 股呢，完全是拼人品、拼跌的地方，对吧？那么，在这个 AI 企业呢，核心还是说你的产品做的怎么样啊？如果你产品做得好，就有一堆人愿意去帮你去趟所有的这些关卡。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觉得你现在是大家喜欢的 AI 产品啊，我给你把这关卡趟过去了以后呢，我可以割到韭菜啊，所以。上市呢，对于像这个叫做A 股这些或者上市对于这些上市公司来说呢，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比如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啊，但是对于这些能够帮你去上市的人来说，就是看看谁可以和我一起去割韭菜，所以一定我们要把这个最本质的东西理解透。
再往后说，我关注的一位财经博主，真人出镜26万订阅，用 AI 做封面，中间有 AI 插图，700多条视频，一夜被封啊，唯一一次申诉失败了，显示这个阅读量为0。范老师要小心一点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呢，AI 内容这个事儿啊，咱们在这还是说一下吧。艾伦陈之所以被封的原因啊，从我的角度来分析，大概率还是被人举报了。啊，他自己不承认啊，他说我没有那么多人恨我，恨他的人多去了，对吧？他天天鼓励别人去买 SpaceX， 鼓励别人去买这个特斯拉，啊，而且还说的信誓旦旦的，这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什么的，对吧？但是大家看看特斯拉的股价，看看 SpaceX 的股价，那套在里头的人，或者说有些人可能加了杠杆，然后被平仓的人，那不恨他恨谁啊？那这些人肯定收拾他，对吧？都是用 AI 做内容。有2个赛道是重点整治，一个是财经啊，一个呢是健康。就是你建老鼠仓的这帮人啊，喊单的人会重点被 YouTube 收拾，然后你卖假药的会重点被 YouTube 收拾。他呢正好是做这个叫做什么呢？正好是做这个财经的啊，他是做财经的啊，那么还喊人去买股票啊，那这个事儿肯定是重点监控对象。对吧？也有这么多人恨他，他26万订阅，对吧？这么多订阅了以后，天天喊人去买特斯拉股票，那亏钱的人多去了。还有人说肯定的啊，这么多钱让你跑 ，Manos 的钱，Meta 也退了啊。我在另一个博主一早说过 ，VIE 这些在这个以后就会成为历史。这个 VIE 这个事儿会不会成为历史，我并不这么认为啊。这个只是我们现在变得越来越封闭而已。啊 ，Manos 这个并没有跑掉 ，Manos 你是把人家Meta花的钱还给人家了，对吧？是中国的这些股东们亏了。啊，不知道你到底在开心啥事儿，啊，还有一个人说啊，有的公司拆着拆着就没了啊，这个确实是有，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就是拆 YE 的过程把公司拆没了的是特别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太难了啊，所以拆 VIE 最核心的是有没有人看好你，如果没有人看好你，全都完蛋啊，就属于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什么就这样的一个玩法，对吧？如果大家都看好你啊，那这个。都是可以搞定的。所以很多拆 VIE 的时候已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那你失败就失败了。好，线上都读完了啊，最后再来聊一下，看看这个还有什么独裁和威权体系容易路径依赖，20年前啊有效的办法拿到今天再来用啊就是毒药了啊。现在呢肯定也有一些新的威权玩法。对吧？因为呢，现在有一个奶头乐啊，就是可以让民众相对来说很开心的一个东西，叫做抖音或者 TikTok。所以呢，这个不同的时期，威权有不同的玩法。非洲啥都能说啊，看来是很进步了。你真以为非洲啥都能说吗？你去过吗？可是民主从希腊产生也1000年了，那怎么了？这个我没看懂你想说什么，就出来个美国，还有很多国家也发展挺好的呀。新模型较现在的模型再强不强，意义已经没那么大了，因为目前的能力还不能够靠，还得靠工程与产品烧 token 搞定吗？后续模型再强，继续强，就 AGI 了吗？大概率还是 agent 的方法吧。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模型已经强到可以去解这些数学猜想，但是如果一个能够解数学猜想的人坐在你面前，你跟他聊什么？你跟他没得可聊，对吧？所以模型可以继续变强，只是它强出来那部分已经超出你理解范围了而已，对吧？它可能处理一些日常的东西，啊，因为它的上下文窗口不清晰，所以它可能处理的没有人那么好。也有很多数学家自己也这个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对吧？就是缺乏正常人类生存能力的这些数学家也是一堆一堆的。所以强有很多方面的强啊，这个你不要把它搞错了，不是说一个人强了或者一个模型强了就百事通了啊，没有这个的。
我是做了20年外贸啊，不要小瞧欠发达国家。现在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势均力敌，和中国提前搞“一带一路”有很大关系。国内还是有不少跟“一带一路”做大做强的公司的。是的，但是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我只去过南非啊，有些好多国家其实我没去过。马来西亚算不算？我去过南非、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然后是这个新加坡以及柬埔寨啊，这些国家是我去过的，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然后呢，其他的就是美国、法国、加拿大啊，这些国家我也去过，日本、韩国啊，这都去过。但是这个怎么说，台北我也去过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并对他们还是没有那么了解吧。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现在这么多企业暴雷，就是转变的开始。但是大家也还是在努力的找出路嘛，就是不同层级的领导、不同层级的人也都在给自己找出路，对吧？也许说，最后大家就找到出路了呢，对吧？这个都不好说的事儿。不能一直没有一直涨，市场会回调的啊。这个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段了？应该就是喊单让粉丝亏钱了啊，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有人抄袭他的内容，就是直接把他的内容一个字不变的，然后直接重新 AI 念了一遍啊，他去举报人家去了。举报人家呢也没什么效果，但是呢，所有做这种号的人，这个就是这种抄袭号的人吧，对于整个的举报体系，对于整个的这种处罚体系是要比他这种个人博主要熟得多的，所以他也有可能是被这种人给举报了。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独有的，成功的可能都差不多，但是失败的每家都有每家自己的问题。消费和中国制造是一对矛盾啊，牛马工资高了，能消费了，意味着中国制造成本上升，优势就降低了啊，看怎么平衡了，不能按照大国复兴的思路来看，孰轻孰重，大家自己想吧。这个事儿呢，其实中国也想明白了，就是原来造衣服、造什么这些东西，就该走就走吧，啊，就不用留着你们了。我们把这个高附加值的啊这种新质生产力留在国内啊，我们也想像美国、像日本、像韩国那样实现产业升级，并不需要他们每样东西都在国内造啊。但是呢，在整个这个升级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啊，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够有足够的消费支撑我们度过去，这个才是真正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作业可以抄啊，这个抄谁呢？不是独有，但是我们有，伤害的就是我们啊，这个我们不去研究这个了。走低一段时间可以回调，不知道啊。Coviv 昨晚财报，今天股票涨了20%啊，这个股票呢，你们可以在我这儿讨论啊，但是我这儿呢，就是反正不做任何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就是要工资高，内需就会旺，这个企业就能够更好的发展。百姓就能够过上好生活，这个呢，不能这么讲啊，不能这么讲，不是说工资高就能过上好生活。其实欧洲好多国家工资也不高，什么样可以叫过上好生活？月光，每个人都敢月光，对吧？你有很好的保障，大家才敢月光啊。如果说没有很好的保障，必须要存钱，那你发多少工资都没用，因为今天有，明天不知道哪儿去了。感觉 GPT 越来越像老妈子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经常跟我说这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是关键看你问他什么了。现在出口大涨，但是利润是下降的，上个季度出口大涨是因为原材料大涨导致的，其实出口大涨很多东西，看吧未必是一个好事儿，很多东西要少吃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他们言论富裕什么意思？没看懂。今天聊了2个小时，点赞好吧？就是你们发的这个评论多，我就多聊一会儿。过中国人
是困难模式，这个没得说啊，这个只不过威权可以使国家强大，跟个人没关系，独或威跟民主国家是反的啊，民主是国越强大家越幸福，独裁正好相反，但是国家层面也很强大，这个呢最后还是会发生冲突的吧。啊，那么冲突的时候就要看有一个胜负了。一句话，穷国也可以赚大钱。是这两天我看数据，目前全球汽车的有增量的啊，保持有量增加的前10都是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第1是中国，第2是印度。中国肯定不算啊，因为中国今年的整个汽车销量跌得很，没法看了。党越强大不是百姓强大，这个我们不研究了啊。他说的复兴从来没有你和我，是的，这个就只有他们家的事了啊。什么意思？不知道。被限制收益的这位博主，换老马的平台，如果方式不变，大概率还是会有风险。不会的。因为马斯克没有去签这个 AI 内容识别的协议，问题在超额储备啊，超额储蓄，没有人敢花钱，是这样的，就没人敢花，但都没有保证嘛，那谁敢花钱？你像德国人啊，这个工资其实比咱们高嘛，是高，但是也高不出太多去，啊，但是在他这种收入下呢，他们就敢一年出去休2个月的假，啊，到夏天就都出去休假去了。啊，就赶这个把所有钱花光，因为人家医疗不要钱，养老不要钱，啊，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有一定的完善的这种社会保障的，那他就可以去过这样的生活。好，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下周3啊，咱们继续去老范读评，然后呢，再跟大家说，周5可能晚上没有直播了啊，因为最近1、2周吧，或者最近这几天吧，需要跟那个你们看到的那个大机器去打交道啊。这个家里有亲人需要去使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可能会稍微的这个更新节奏有些变化。好，那么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再见。对，大家记得点赞啊，就算结束了也都点个赞再走。